金三胖不仅与习近平、普京同框出现在北京阅兵式上，还分别与普京和习近平会谈，从国际社会的边缘角色走到国际舞台的聚光灯下，在中俄两边左右逢源，拿到不少好处，很可能是这次北京阅兵的最大赢家。习近平拉到金正恩也有自己的目的，当他与普京、卢卡申科并肩走过红地毯，已经让国际社会惊呼，独裁者联盟真的出现了。金三胖的加入强化了独裁者联盟与西方自由世界的对立，93大阅兵似乎为这种全球对立拉开了序幕。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邵峰。9月4号下午，习近平与金正恩举行了会谈。中共官媒新华社当日下午6点发布了快讯，晚上9点42分发布了会谈报道。韩联社拍摄的影片显示，金正恩的仪仗车队在当天下午5点45分左右驶向北京大会堂。据估计，习金会面大概是1个小时。中共官媒称，当天晚上，习近平与金正恩进行了小范围茶叙和宴请。金正恩是在9月1号乘火车离开平壤的，2号抵达北京，3号与习近平、普京等一众人物一同观看了阅兵式。金三胖与习近平的会面显得非常官式，他与普京的会面则大不相同。9月3号，金三胖与普京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双边会谈，谈话时间超过2个小时。克里姆林宫的消息说，金三胖与普京搭乘同一辆车前往会议场所，双方代表团先召开会议，接着就是他们2人进行1对1会面。普京大大赞许了金三胖派兵支持俄罗斯作战，邀请他再次访俄。金正恩上一次出访俄罗斯是在2023年，当时2人在俄国远东的东方航天发射场会晤，互相致赠步枪。金正恩还参观了飞机制造工厂。金正恩则说，能为普京和俄罗斯分担点什么，这都是兄弟之间的责任，是朝鲜必须承担的义务。他已经做好准备，竭尽所能帮忙。朝鲜中央通讯社4号也报道说，金正恩当着普京的面承诺，朝鲜会全力支持俄军。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朝鲜成为俄罗斯的重要盟友。据韩国政府估计，朝鲜从去年开始陆续派了大约15000人赴俄参战，而且运送了弹道飞弹、火炮等大量军事装备，帮助俄国继续攻打乌克兰。93阅兵与普京会登场之际，俄军继续空袭乌克兰西部和中部地区，自2号晚间起出动超过500架无人机和20多枚飞弹。金三胖可以说玩转了普京和习近平，是这次93大阅兵的最大赢家。彭博社报道认为，金正恩在北京举行的阅兵式中与习近平和普京同框，是一个象征，表明他正在从孤立局外人转变成一个在国际舞台上积极运筹的角色，通过与中共和俄罗斯的盟友关系强化朝鲜拥核国的地位。韩国国会情报委员会成员李成军指出，金正恩站在习近平、普京身边出席阅兵式，意在塑造北韩作为拥核国的国际形象，并争取中共和俄罗斯对朝鲜核武器飞弹计划的隐性支持。韩国统一研究院学者洪敏分析说，他的终极目标是展示朝鲜作为与中俄并列的中等核武国地位，强化在东北亚的战略位置。核武器是当今最敏感的议题，这更是中共的七寸，最害怕国际社会拿着这个议题不放。金正恩一旦出席北京阅兵式，很可能引起国际社会对朝鲜核开发的关注，而阅兵式足以遮掩这个问题。俄罗斯也有意回避这个问题。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7月访问朝鲜时，似乎暗示对朝鲜核计划的默许。俄罗斯塔斯社报道，拉夫罗夫表示，我们尊重朝鲜的意图，并理解为何推进核开发的原因。朝鲜的人权记录与中共同样臭名昭著，
加上朝鲜坚持拥有核武器的立场，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与排斥。这是自金三胖的爷爷金日成1980年出席南斯拉夫领袖铁托葬礼以来，第一次有朝鲜最高领袖现身多边外交场合，也是1959年以来第一个出席中共阅兵式的朝鲜最高领导人。最令人震惊的是这个画面，金三胖到北京参加阅兵活动，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并肩走在红毯，不禁令国际社会惊呼：独裁者联盟真的出现了。这个画面与普利策奖得主安·艾波邦知名著作《独裁者联盟》的封面照片完全一致，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朝鲜、俄罗斯和中共领袖站在一起，传达出三个独裁政权决心共同抵抗西方压力的信号。然而，这三个独裁者的政治议程和优先事务仍有落差与分歧，他们之间的结盟可能只是权宜之计，实力较弱的朝鲜是最大的变数。美国特洛伊大学首尔分校国际关系学者品克斯顿就说，金正恩的祖父金日成在1970、1980年代就曾在中共和俄罗斯之间挑拨离间，利用中俄之间的利益对立，替朝鲜政权争取更好的条件。日本资深媒体人、精通中国事务的日经高级撰稿人中泽克二认为，金正恩利用习近平93阅兵，获得了一次主导外交舞台的机会。这次金正恩很高兴能受邀参加北京93阅兵式，说明他已经达到被接纳为平等伙伴的阶段。金正恩替普京做了很多，他派兵为俄军作战，提供装备等等。他认为获得回报的时刻到了。与此同时，金正恩也希望摆脱对中共的过度依赖。他对习近平有所怨恨，希望找到更多的盟友，但对习近平来说却令人担忧。金正恩利用习近平不愿看到他与俄罗斯走得太近的心态，反过来勒索习近平，迫使中共给他更多好处，他就可以左右逢源，成为习近平和普京都极力争取的香饽饽。别忘了，在当今国际秩序的博弈中，最强的一方正是美国。彭博社报道认为，金正恩与习近平和普京在北京同框，正是他的精明之处。目前不仅是美中角力，而且俄乌战争还在继续，让川普对普京失去了耐心。下一步很可能会对俄罗斯祭出更严厉的制裁。正是在这些国际局势的乱局中，金正恩想借助与普京的军事合作，增强军队战斗力，并不断扩张核武与飞弹实力。这些对金正恩来说，都是未来与川普重启对话时的强有力的筹码。川普总统持续寻求与金正恩展开谈判，希望在今年与金正恩举行自他1月重返白宫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而他与习近平的双边会谈将争取到中共对朝鲜的经济和外交支持，借此在美朝重启谈判前扩大外交筹码。如果这次会面实现，金正恩当前的外交地位将进一步增强他在谈判中的分量。在中泽克二看来，习近平与普京一同公开露面并不罕见，两人经常在国际会议期间或互访时见面。但金正恩此次访华是他时隔6年半首次到访。金正恩一出现就引起了国际舞台上的聚光灯。对金正恩而言，这是一场重大的外交胜利。在中共和俄罗斯眼中，朝鲜过去只是一个边缘角色。金正恩已故的父亲金正日以往访华时，行程总是高度保密，出于安全考虑从未公开。实际上，2004年4月，朝鲜龙川火车站发生过一次巨大爆炸。中国媒体事后报道称，这可能是一次针对金正日的暗杀行动。当时金正日的专列刚从这个车站返回朝鲜，爆炸发生在通过几小时之后，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这一次金正恩出访北京则表现得信心十足。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9月2号报道，
金正恩的专列在当天凌晨越过中朝边境进入中国。中泽克二认为，这次出访让金正恩释放了他因错过莫斯科红场阅兵式所积压的情绪。今年5月9号，莫斯科举行纪念苏联战胜纳粹德国80周年的阅兵式，金正恩缺席了这场阅兵式，习近平却被当作俄罗斯最重要的嘉宾接待。此前有传言称，朝鲜军队将参与莫斯科的阅兵式，但最终并未成行。相反，中共、越南、老挝和缅甸的军队则有参加。大约就在金正恩放弃出席莫斯科阅兵式计划后，朝鲜开始为金正恩9月访华进行全面准备。也就是说，金三胖这次出访早已有所准备。据一名参与中朝事务的消息人士透露，朝方为金正恩专列重启北京之行，早在7月上旬或中旬就开始了周密安排。对金正恩来说，以中共的特别贵宾身份登上国际舞台，具有重要外交意义。如果他只是为了与习近平会谈而访华，外界很容易将其视作弟弟来向哥哥寻求援助。中共93大阅兵笼罩在乌克兰战争的阴云之下。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朝鲜就成为俄罗斯的重要盟友。据韩国政府估计，朝鲜从去年开始陆续派了大约15000人赴俄参战，而且运送了弹道飞弹、火炮等大量军事装备，帮助俄国继续攻打乌克兰。就在9月3号普京与金正恩会面之际，俄军还在空袭乌克兰西部和中部地区。2号晚间起，发射超过500架无人机和20多枚飞弹。普京3号在北京的记者会上总结4天的访中行程，谈到俄乌和谈的可能性。普京声称，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莫斯科，他就愿意举行双边会谈，但同时又对这种会议的意义表示怀疑。乌方断然拒绝在莫斯科举行领袖峰会，质疑俄国根本没有谈判诚意。普京与金三胖一样，都是国际社会孤立的弃儿，他们走到一起，加上习近平的撮合，这种独裁者联盟让西方感到震惊和厌恶。93大阅兵之前，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领导人已经表态，他们不会前往北京。中泽克二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这相当于公开承认中西方之间的分裂。对此，中国国内也有一些对当前国际局势的坦率分析。例如，有人写道，乌克兰战争改变了一切，西方国家对中共支持俄罗斯感到不满，他们的代表不愿与普京一同观看阅兵。随着中美对抗日趋激烈，中共与七国集团之间的关系明显恶化。七国集团成员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金正恩的现身让中共这场阅兵式在外交层面上与美国对立立场变得更加明显。伊朗总统佩泽希基安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也与习近平、普京和金正恩一同出现在阅兵式上，这实际上凸显了与七国集团对立的阵营格局。一些中国国内人士担忧，北京通过这种对抗西方的姿态，可能严重损害自身的国际形象。然而，习近平政府对这种担忧视若无睹。中共的93大阅兵似乎为一场新的全球对抗拉开了序幕。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